今天晚上我们就画花头，好不好？各种各样的都画一下，好不好？那么今天先调一个颜色吧，把今天的颜色先写出来，我们就定一个颜色。还是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然后第二个我们用这个鹅黄，然后这个藤黄加大红，然后曙红胭脂。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画这个花头的时候，就用最基本的颜色，然后又看得清楚的颜色，这样子我觉得更好一点了。好，我们先调底色，底色还是用这个太白、3绿还有胭脂。好，我们今天画这个红色哈，所以我们这个底色可以调稀一点，不用那么干，因为它基本上我们都用的比较深色一点，它这个底色只会在我们的浅色虚的地方才会用到一点点，平时都不会用太多哈。所以我们这个底色调好放在一边备用，然后把今天这朵花要用的颜色。好，鹅黄，好，曙红。好，我们调色，先把这个鹅黄均匀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里面，鹅黄，然后再去调这个大红色。我们现在笔肚里面这个太白有点多哈，把它稍微洗掉一点点。太白只是在我们这个花的虚的部分才会用到，这种红色的花，我们正常画这个花瓣的时候，其他花瓣都不会用到这个底色，只有在我们的虚的部分才会用到这个底色。好，我们先调一层鹅黄，再调一点大红，然后笔尖调一点点曙红，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哈，不用加太多。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啊，试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你想要的。大家每次调完色之后都去试一下颜色。好，这个颜色可以，那我们开始画了。把颜色调好，我们就开始画第一朵花，好不好？我们先调一层鹅黄到笔肚里面去。笔尖蘸一点点这个，一丁点这个胭脂，好不好？我们开始画。那我画一个朝右边的一个小包菜啊，就是简单，就是花瓣简单一点的，不要太复杂的哈，就让我们的初学者能够很快的能够掌握的这种花型，就是你可以跟着我去临摹。好，这个花瓣可以直接来这么大，这么宽。这是2个，你也可以理解它是1个，也可以理解它是2个。好，这里再来加一个。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那我们在画第2层的时候，我们的沿着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去画，沿着第1层的这个花瓣的边缘去画，用推加点的这种方式啊，用推加点的这种方式去走，就你不要一笔把它走下去，一笔走下去有可能就会走出你太死板了。好，这里来侧面画一些这个侧瓣。那我们在讲基础的时候都有经常给大家讲这个侧瓣，去分解哈，去分解这些每一个花瓣，一朵花的结构，然后一朵花分几层，一层层的一部分的去给大家去教大家。好，第2层，你看第一层这个花瓣是比较宽，是不是？那我们的第2层就比较窄一点点。那么两边要画一些这种，侧面的花瓣啊，侧面的花瓣。来，再加一层，然后这个花瓣可以过来一点，加一层，这个是又有一层。那我们可以再来一层哈，再来一层，这里可以再来一层更小一点的，让它的层次显得更多一点哈，再来一层啊，这个一层层的往下去画这个包起来的包菜型的花瓣，就是一层层的，这一面的是一层的包。那然后我们两边的有这种往里包，这个现在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花心是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画完这几个花瓣，这几个就是能定位这朵花的一个朝向和这大概的一个姿势。你把这几个花瓣画了之后，其他的花就延伸，就以这个为中心点去延伸。好，那就画这两边的这个侧面的花瓣。好，一个侧瓣，补充笔尖要补充深色的。那侧瓣旁边有一个大的，就必然有一个小的，是不是？让它有大有小。好，这边这3个都是这么齐的，我们也要有一个跳出来的。好，有一个跳出来的。来，这上面的
也是一样，要往中间包。然后往中间包。那上面这个地方我们要画一些比较浅色一些的花瓣，来补充颜色。好，我们这个地方还可以再加一个哈，这个地方按下去提起来，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往后拖一下，这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侧面花瓣每一个大小都要有变化，有大有小有变化。那我现在笔上有点干了，笔上有点干，我们加一点点水分进来，加点水进来。鹅黄、大红加藤黄、曙红、胭脂这几种颜色。然后这一边的基本上差不多，我们看一下这一边的，我们伸展开来，一个。那上面这个地方我们就画成虚的，我们先就不画，因为我们现在笔上是比较深色的颜色啊。那虚的我们先就不管它，笔上调一点深色的，调一点胭脂。底下这一边也要来一个，这边来一个，那这后面我们要怎么加花瓣，待会儿到最后我们再去看情况啊。那基本上这个架子就搭成这样子，这朵花的基本大形状已经出来了。来补充一点颜色，笔尖沾一点点曙红，好，这边的花瓣颜色会显得比较淡一点点，这里也要有这种，所以我们现在把颜色调淡了，再来画这一边的侧面的花瓣，往中间包。这里会来一些更小一点的细节，笔尖沾一点曙红，这边直接来上这种大的花瓣啊，大的比较虚一点的花瓣。那我们蘸一点底色，先在我们笔肚里面蘸一点底色，先把这一块的这个虚的这一块的花瓣先把它画了。蘸一点底色，然后调一点点橙黄，调一点点这个大红色，调一点点大红色。调一点点曙红，笔尖蘸一点曙红。好，这个花瓣继续往上延伸。好，这里这个缺口这么大，我们也要画上一个花瓣。这个花瓣颜色会更浅一些。这里画一些碎花瓣，这上面的就比较虚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要补充，现在要做的是补充这个正面的花瓣，补充正瓣，把所有的反瓣里面的正瓣。好，我们现在去补充所有的反瓣里面的正瓣啊。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的颜色要调得更加饱满一些。我们可以不用加这个鹅黄，直接大红、曙红、胭脂。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胭脂就要占得更多一点。底色是太白加三绿加胭脂，还是一样的哈。
底色还是一样的，太白、三绿还有胭脂。那我们现在颜色要调饱满，知道吧？就是之前大家调的这个颜色，有一些家人刚开始初学的家人们调的颜色总是不够饱满，显得颜色不够深，那还是你们用的颜料少了，知道吗？所以要舍得用颜料，颜料要多用一些啊，颜色才会更深一些。那你从哪里开始补都可以哈。那可以先从这个大花瓣这里开始啊。补充正瓣是从这个2个反瓣中间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啊，侧锋行笔，来侧锋行笔这样过来，一笔过来之后，你再去调整它的这一边，调整它的这一花瓣的这个边缘的地方，那这样子的一个正反瓣的这个感觉就是不是出来了？一个正瓣加一个反瓣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里面会有一个小的花瓣。那像这一些地方也是一样，2个反瓣中间的这个缺口，把笔放到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啊，侧锋行笔过来，中间可以停顿一下啊。这个调色，这一笔的调色不是很完美，为什么？这个笔尖的这个胭脂成了一条线，特别黑，然后笔肚上没有过渡好，所以我们把颜色再调一下，让颜色过渡好一点，慢慢让它由深到浅的这种过渡颜色才行啊，要调成这种过渡好的颜色。所以调色非常重要。现在笔上又干了，我们再加一点水分。补充颜色，加了水分之后就补充颜色，颜色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好，这些缺口里面我们去直接补上最深的颜色。像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补充小一点的花瓣，你看这边大，这里是大，那这里就只能说小，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更大一点，把它包过来也行，包到这边来也行哈。那就这里就成了一大片了，这里成了一大片，这里就成了小了。这个地方的小花瓣我们就不要补出来了，不要让它齐。这个缺口我们要留着，所以我们就补小一点的花瓣啊，补充这个小一点的花瓣，让这个缺口在这里留着。那这个地方有点齐，这个花瓣有点齐，你可以把它再出来一点哈，出来一点点。来继续补充颜色。好，这样子补充里面的正瓣啊，补充里面的正瓣，笔尖补充一点胭脂。补充里面的正瓣，缺口最深的地方，2个反瓣缺口。好，这里可以包过来。然后这一块待会儿也是加一些这种比较浅色的，我们现在笔上太深了，这一笔我们就先不画了，好不好？先不画这一笔，待会儿我们加上浅色的，让这上面都是比较浅色的。那这朵花是不是特别简单？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简单？这几个花瓣等一下补充完了，这朵花基本上就成了。好，这一个花瓣，这个是反瓣哦，来补上正瓣，推加点，点加推的方式去补充。
好，如果觉得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补充大一点啊。你想补充大一点也可以，补充小一点也可以。这个花瓣的大小你要看前面啊，要看这一边。你想它大一点，我们就大一点；想它小一点，我们就小一点。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再来补充一个花瓣啊。好，这个花瓣再宽一点哈，再宽一点。大家可以看着它的形状去画，然后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颜色。那这些花瓣都不是很大，那我们把这个花瓣补充长一点，好不好？补充长一点，推加点的这种方式啊，推加点的方式，让这个花瓣长出来。那我们先画外围的，再来补充这个里面的。那现在笔上有点干了，有点干，我们加一点点水分进来，加点水分进来。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要不要补充花瓣。这里再来补充一个花瓣啊，补充一个往后面包起来啊，往后面包，基本上也看不到它的花瓣。来，这个根部的这个地方，这个飞白的地方补上一点胭脂，补上一点深色的进来。好，这个地方加一笔深色一点，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它的花型哪里需要补充花瓣，把笔稍微洗一下。笔上水分多了，你们用纸巾沾一下。如果说你这个笔肚里面像这样子很抛，有点抛，然后你在调色的时候就很多水，感觉得到哈。你画多了就能感觉到水分太多了，我们就用纸巾沾掉一点点啊，沾掉一点点。我们这边因为这边要画一个比较浅色的花瓣，看一下这个花瓣加多大才好看啊？来看一下加多大。好，这个花瓣让它包过来。好，让它包过来，基本上可以了。这里这个缺口的话，我们只能补上一些小的碎花瓣，不适合太多的。那水调一点点哈，可以反笔来稍微的补充一点点碎花瓣就可以了，补充一点点碎花瓣就可以了。那这朵花基本上它的是不是特别简单？这朵花的花型还有这个结构，花瓣结构都画得很简单。好，这一个花头就这样子可以了。然后我现在可以画下一朵了，咱们画下一朵。
好，这一朵我们画上面，还是一样的颜色。好，四种颜色啊，先调鹅黄，然后调大红，然后调这个曙红，然后笔尖可以调一点点胭脂啊。那么下一朵我们画一个这个正面的，好不好？画一个正面的，正面我们先给大家定一个花心的位置啊，先定一个花心的位置，然后我们所有花瓣，正面的话就是各种花瓣都延伸，都是从这个花心开始去延伸啊，从花心开始去延伸各种各样的这个花瓣，正的反的。各种样正，我们先还是一样的搭架子，画出所有的这种反瓣来搭架子，来各种各样的朝向。你这个反瓣你任意的画，你看到没有？很自由的去画，你到最后你就画的很自由，各种各样的朝向的小花瓣，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你要记得这个变化，记得这个大小这个变化。就你不要尽量不要画成太多这个类似一样的。那你看这么多小的，我们偶尔又画一个大的。来，这么多短的，我们再画一个长的，让它有短的有长的。各种各样的姿态的花瓣，各种各样的姿态的花瓣去组合。正面啊，正面我们就沿着这个圈，沿着中心的这个圈，先画出所有的这种反瓣来，先把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大的旁边有小的，小的旁边有大的啊，小的旁边有大的，这样去组合，任意的去组合。补充颜色。来这边的让它又姿态不一样，大一点。来各种各样的花瓣啊，各种各样的花瓣，往后，往中间来，中间来。各种各样的啊，你看姿态有长的，有短的，有大的，有小的，各种各样的姿态啊。来继续补充，继续补充各种各样的反瓣。来这里又来一个长一点的，长的旁边来小一点的，感觉很多这种叠加的。来有一个花瓣，让它到中心的地方来。卷起来。好，现在笔上有点干了，有点干，我们加上一点水分。这个就是向日葵型的，向日葵型的这个牡丹花，这个是向日葵型的。4种花型，太阳这个太阳跟向日葵是一个类型啊，可以说是向日葵，也可以说太阳。其实它更像向日葵啊，向日葵还有这个包菜，还有塔氏，还有这个绣球。你们最喜欢什么型的？最喜欢什么型？
好，我们基本上画这么多差不多了哈，这么多差不多，然后我们再慢慢去补充里面的正半，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好，各种各样的花瓣啊，各种各样的小。随意的去组合，随意的任意的去组合。好，这个缝隙有个缝，我们把它填上。你看这种反半里面的这种正半，我们直接这么去填上它就好了。那我们补充正半的时候，颜色可以调深一些，胭脂可以多沾一点啊，胭脂可以多沾一点。好，从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走过来，那走过来这里是不是还有一条痕没有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哈，再加一点。那这个根部的地方小小的细节里面，我们直接补上这个胭脂最深的颜色。正半里面去补充所有的反半里面去补充上正半。所有你们看得到的，我们现在搭架子的都是反半啊。现在笔上有点干，大花瓣要很大，就是你现在你开始就是随意的画，就是你不用去看它的形状，不管它的形状，我们想在哪里画，就是你画画就是天马行空，你想在哪里画，你想在哪里加都可以。最后我们再去调整它的花型。刚开始你就把所有的反半，各种各样姿态的反半都画出来，然后我们去补充正半，把所有的正半都补充好。那我补充正半的时候，你就去补就行了，不用去管它那么多，去补就行了。补好了之后，最后我们再看花型，最后再去调整花型。刚开始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这个，这个我补出来这个花瓣会不会不好看，太突兀了，会不会怎样，就不用去担心这一些东西。刚开始你就大胆的去画啊。好，把这个所有的里面的正半都补上。你看这些缺口。两个反半缺口，笔尖在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这样子一过来就可以了，就补充了一个正半。好，这边也是一样，补充，就尽量不要让这个花瓣太圆。好，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反半，里面也是一样，可以补上一个正半。我们可以补短一点，不要补那么长，不要跟这个齐的哈，不要跟这个齐的。那这个我们可以再长一点点。就各种各样的花，各种各样的形状，你看它的姿态，你的花瓣大自然中的花瓣，它是不是它不可能长得那么齐，都是齐沙沙，它会随着这个自然的生长，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向，又可以向下呀，像花心，也可以往后伸展了，各种各样都是。来补充正半，像这些缺口里面都去补充正半，用这个侧锋补充上这个小的正半来。
好，这一个反半，这种反半这个切口特别大的地方，我们就直接沿着它的边缘这样子去补它，沿着它的花瓣的边缘去补。那这边就是感觉是一个完整的花瓣啊，一正一反，一个完整的花瓣。那这些缺口的地方，你就随意的去补上一些花瓣都可以啊，随意的补上一些花瓣就可以了。来补充一点水分，笔上干了，我们就补充一点水分。好，切口最深的地方，像这些小的切口里面都补上这个正瓣啊，补上这个正瓣。笔尖上要有深色的，笔尖上有深色的颜色，这也是一样，补上正瓣。来，这里有点类似，尽量不要太多类似的啊，这类似的我们待会儿要去破，好，这边补上了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大花瓣，这边的比较浅一点，我们把笔洗一下，这边是这朵花的虚的一部分啊，虚的一部分我们把笔洗一下，调一点底色进来，这个是我们前面调的这个底色。好，这里来一个虚的大的花瓣啊，这边是虚的花瓣，这边都是虚的，我们把这边的花瓣都是大一些的，然后颜色浅，直接这么去点出来，点出，调一点藤黄进来，调一点藤黄进来。调一点藤黄，然后这里加上一些这个花瓣。好，调均匀哈，这一笔感觉花颜色没有调均匀，它会显得没那么好看。所以我们每一笔的颜色都要调均匀，有虚有实。来，我们现在就要做的是什么？现在就要做的是调整花型了。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去加花瓣，哪里需要加花瓣，我们就去加到哪里啊。最后我们调整花型，看一下哪里需要去加花瓣啊，这里加一个。这里加一个，还看一下哪里需要加的。好，这里加一个，看一下整体的花型，
再瞄一下这个整体的花型去调整。这个花瓣加出来一点，好，让这里多一点。然后笔上洗一下，笔洗一下，洗一下，我们蘸一点底色，蘸一点底色调一下这边的外形，把这个外形整理一下。水分就让它多啊，水分就让它多，让它整，不要太碎了。好，基本上这个花就这样吧。然后我们要加上中间的这个心的地方，加上心的地方，还是一样调一点深色。这边深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补充一点深的啊，这缝隙里面我们还是要补上一点深的，它这样子显得它的这个层次更好，更有这个层次感。这个很快就画完一朵。好，这个是花心的地方。花心加上它会正面的话，一定要加上花心；正面的话，一定要加上花心，它才会更好看。然后我们回一下笔吧，像这些浅色地方，有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好，有些地方回一下笔。有些地方回一下笔。其实上次有家人说这个浅色里面的这个深色怎么出来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蘸一点深色的，回一下笔。我这个水分是特别大的，有没有看到？水分是特别大的。好，感觉这里要加一点，我们就加一点。然后有需要回笔的地方，我们一样的可以回一下。这些地方也是可以回一下笔的。像这个底下它没有那么浅啊，我们回一下笔。它是稍微深一点的地方，稍微深一点的地方，我们来用胭脂回一下笔啊。好，有一些地方稍微的回一下笔，可以了，让它深中有浅，浅中有深。加上花心，我们就画下一朵了，好不好？好，这个三绿，看一下在不在正中间哈。要画的正中间，不要画歪了。这个花心，花心最好不要画歪了，因为正面的太阳形的，我们这个花心最好是在正中间。花心我们分5组，1组、2组、3组、4组、5组，平均分5组。你先把这个点点在这里，平均分，然后你再去画这个每一组，一组一组的来画。你感觉它的花的姿态是不是有一点点？这个花的花瓣是不是有一点朝这个右边来？那你这个花心也让它有一点点朝这个右边来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带一点勾，
带点勾，明白吗？带一点勾，看带一点勾，看到了吗？带一点勾，让它勾过来的这种感觉，让它勾过来，勾回展过来的这种感觉，看，带点勾，回展过来，回展过来。那回展过来，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个词蕊也会遮到一点点。来，这边也是一样的，带一点勾，带点勾，回展过来。有的时候在这个花瓣里面躲起来，偶尔有一个可以，有一两个可能会跳到外面去了。这2组是吧？有2组，然后第3组。藤黄加太白，这个花心用藤黄加太白，太白多一点，藤黄少一些，这样子花心才会显得更加亮一些。藤黄多了就没那么亮，太白多一点会显得更亮一些。好，这个花心有一点它跳出去的，让它有一点变化。好，3组，已经3组了啊。好，这个是第4组了。分5组去画，每一组你可以画的很密，在一起的你可以画的很密很多。好，这样子5组花心就可以了，特别有姿态。你分5组，中间的地方画很密，然后偶尔跳出1、2个，偶尔跳出1、2个，然后扫出一点点花丝出来，扫一点点这个小花丝出来。扫花丝的时候用小一点的笔，不要用太粗的笔。那像我这个笔就太粗了，可能扫的没那么好，扫一点点感觉出来。点上花心之后，这朵花是不是显得更加好看了？偶尔可以跳出来，跳出来，跳出来。好，我们把这一朵也点上一下花心。那这一朵的花心，我们这个雌蕊就可以朝上了，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啊，姿态的雌蕊。看一下是不是在中间啊？好像有点偏哦，有点偏。我们再画到这个下面来一点啊，再画到下面来一点，这个雌蕊画大一点。下一朵还是一样分5组，我们下面2组，然后一边1组，中间1组，这样子来分，这样子来分。密的地方让它很密很多。那这一朵的话，直接就朝这个这个花心直接就朝右边就可以了。就我们初学者刚开始，你要了解花的结构，所以要谨慎一点，要把花的结构搞清楚，所以要一个花瓣一个花瓣的去把它画清楚。那你刚开始，你首先了解花的结构，你后面你再去做到心中有花，画多了练多了，
做到心中有花的时候，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画出你心中的这个牡丹花了。所以前期的话，大家可以还是多练各种花头，按照课程里面去临摹各种各样的花头。我们课程里面的花头真的好多，特别多。只要大家都把那些花头都画一遍，肯定是能够画出很好看的这个牡丹花了。就你们学习要有方法。好，我们画一个绣球形的啊，笔上蘸一点水，先调这个鹅黄。那现在画这个绣球形，把4大花型都给大家画一遍，好不好？来，这个胭脂再挤一点出来，没有了。曙红也来一点。好，我们画这个绣球形，绣球形不会画的，你先圈一个圈啊，先圈一个圈，在这个圈里面画出这种球，画一个球。这个球的话，花型随意的画，各种各样的花瓣你随意的去组合。你看绣球形的花瓣就没有这个定力，它没有说正反瓣，不存在正反瓣的这种说法，它就是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当然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颜色调均匀才是你画好任何一朵花的这个关键点。好，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胭脂可以多一点啊，胭脂多一点。那偶尔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让这个小的里面也有大的。笔尖补充颜色，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任意的去组合。任意的去组合，没有规律。规律就是大规律，就是花瓣要有大有小，颜色要有深有浅，物象要有虚有实。好，这里再来一个大的。笔尖蘸一点胭脂哈，笔尖蘸一点胭脂，底下这个朝下的底下的花瓣会更深一些。
但是现在笔上有点干了，我们都画出枯笔的，画出枯的来了。鹅黄、大红、曙红、胭脂。好，这是这个球，这个是球的一部分啊。深的地方可以更深，加深，深的地方加的更深。然后球画好之后，我们就画一些这个大花瓣。大花瓣，画这一朵花的大花瓣，大花瓣在上面，那么上面的就是浅色的。浅色的地方我们是要加一点这个水分进来，加一点这个底色进来，不是水分啊，加一点底色。加点底色还是一样的调色，先还是鹅黄、大红、大红、曙红就可以了，不要调太多了。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大花瓣，第一个大花瓣，这个第一个大花瓣形状有一点点不太好看啊。更长一点，让它更夸张一点。大的就让它特别夸张啊，大的夸张。好，这个是第一个大花瓣。好，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大花瓣。这个几个大花瓣的形状，我都在讲基础的时候都有给大家讲。这个是两笔组成的。那我们再来一个推加点的这种形式组成的这个大花瓣啊。第二个大花瓣啊，第二个大花瓣。好，我们笔肚干了，加一点点底色，继续先调一点鹅黄。好，这个缝隙里面我们再来加一个这个小花瓣啊，加一个小花瓣。那么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去加花瓣。现在我们的最后就是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就加哪里啊。好，这里来一层。我们其他的花瓣可以反笔来，其他花瓣可以反笔去调整。反笔之后，我们再来正笔再去调整。好，再看一下外形啊，上面都是虚的花瓣，看一下哪里需要来一个花瓣。好，这个根部稍微用深一点点的颜色提一下。好，上面虚的花瓣啊，然后我画完之后，这是一朵朝下的，画完之后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花型，看一下这个花型是不是有点三角形，有点三角形，我们把这里加上一些花瓣，调均匀哈，这一笔有点没有调均匀，这个胭脂没有调均匀，所以我们要继续再调一下再画。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的地方，有哪里需要调整，我们就去调整哪里。好，把这边这个花瓣加多一点。
再看一下花型啊，再看一下花型。好，再看一下花型，看一下还有哪里需要去调整。感觉这边还是少了一点什么，总感觉这里还是少了一点什么，少一点什么，我们再加一点什么。好，感觉这里哪里需要加一个花瓣进来。好，这里感觉加上一个花瓣，然后我们回一下笔，这些花瓣里面也是回一下笔。好，基本上这一个花型，基本上这朵花就可以了。大姐的这朵花特别简单的绣球好看吗？绣球它也有千姿百态啊，是吧？你不能全部都是画成中间一个球，那么有的时候也画中间一个球特别圆的，特别圆的一个球下面是大花瓣，它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一样的是可以的。好，这种绣球型的花心就这么点就可以了。它也是一样的，要分组，要有疏密关系。你看，有大的组合、小的组合，还有更小的组合，就不要所有的地方都是点两三点，就这样就会显得很散。这个花心它就是在球里面，绣球型的花心就是在球里面。这个是倒着的哈，这个朝下的一个花头，画一个塔式的，再画一个二乔。好，我们还是一样的颜色，藤黄、大红、曙红，颜色要调久一点，调均匀一点。我们的笔要睡在盘子里调，把颜色调均匀。好，笔上有点干哈，有点干，我们加一点水分进来，加点水进来。还是一样的，先搭架子，好，这个反瓣也有各种各样的。搭架子就是我们先画出所有的反瓣啊，所有的反瓣。来，层次。我们这一笔好像占的这个鹅黄比较多。好，两边有这种侧面的花瓣，两边画出这种侧面的花瓣。
侧面的花瓣有一个大的，就有一个小的，两边的侧瓣，两边的侧瓣，还有马上就能看得到的花心的地方，花心现在就在这里了。那么花心的地方定了之后，我们花瓣就沿着这个花心两边去展开。塔式的我们还是一样，先搭这个架子，两边画出这种侧面的花瓣。小的，大的旁边有小的，我们永远记得这个规律啊，大的旁边有小的，小的旁边有大的。先把这个架子先搭上，那偶尔有一个伸出来长一点的。好，笔上有一点点干，我们加一点水分。好，这里继续来。好，朝下的这些反瓣，搭架子啊。感觉层次很多，叠加的这些层次，有很多叠加的层次。这边再来一个，所有的侧面的花瓣，我们也要有不同朝向的啊，我们要朝下、朝上。这个后面还要继续有。好，花心的这里也是，花心这里就是一些这个花瓣就不用说把它画的特别清楚，正反瓣随意啊，当然也要中间笔根的地方是要有深色的。那也是一些正反瓣，有长有短，有大有小的正反瓣。偶尔也要有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好，这个是上面的虚的部分，我们先把它表达出来，先把这个虚的部分先把它画了，因为免得我们待会儿这个颜色又要重新去调浅色的，我们这朵花就先把这个浅色的先画了。浅色我们加了底色，调一点点鹅黄，调一点大红，笔尖蘸一点点曙红。好，先把这个虚的这一部分先把它画了。虚的部分我们就这么去点，水分有点大，但是不影响。好，就这么去点出这种虚的部分。那这里我们稍微让它长一点，点出这些虚的部分。
好，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补充正半，把这些所有的反半里面的正半都补上。所有反半里面的正半都补上，那补正半的时候，我们调色要调得更加浓一些，颜色调得更深一些。好，把所有的正半都补上，所有的正半都补上。像这些地方直接补上这个正半，颜色没有调均匀哈，不能着急，每一步的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刚这一笔的颜色就没有调均匀，所以颜色没有调均匀，你一下笔就能看得出来啊，一下笔就能看得出来。来，笔尖补充胭脂，从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侧锋行笔，侧锋行笔，来过来。好，补充这个颜色。感觉这里缺了一个大花瓣，来这里直接来一个大的花瓣，让它有大有小，有伸出来的，有缺口。好，这些缺口里面再继续去补上，所有的这个缺口里面都去补上。补上正面的花瓣，先把这个中心的这些小的缺口里面先去补上。先开始就是大胆的去补啊，我们最后再去调整它的花型，最后再去调整它的花型。想补哪里就补哪里，想画多大你就画多大。像这一个反半里面也是补上一个正半。好，笔肚里面有点干的时候，我们加一点水进来，加点水进来，就是大胆的去补吧，大胆的去把所有的这个反半里面去补上正半。这个花瓣不要超出来，不要跟它平齐。注意画下一个花瓣的时候，你要看上一个花瓣，你不要跟它平了啊，不要跟它平了，平了就不好看了啊。好，这里还是平的，还是有点平，还是有点平，我们得打破。好，去打破一下它这个平，不要让它平。然后这个缺口我们再看一下加什么样的花瓣。
到最后，现在我们就去看形状了。刚开始我们不管它，现在我们得要看形状了，看它的外形，看它的外形，哪里需要去缺花瓣，哪里需要去补。感觉这里要补一点花瓣啊。来补长一点。来，再看一下哪里需要缺花瓣的，哪里需要补充花瓣。这个飞白的地方把它灭掉一些，不要太多这个飞白。这样子画我们就更加随意一点。好，我们笔尖上沾一点底色，沾一点底色，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花型啊，调整一下这个整体的花型。看一下这个花型哪里需要去调整的，我们把它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这个整个花型。看一下哪里好，把这个花心大截的随意一点的好看吗？总感觉这上面还有一点，加一点啊。好，我们画花心还是一样的，下面两组，一边一组，中间一组，平均分配5组，平均分配5组。
好，下面2组，然后一边一组。好，分5组。你分5组，如果分5组不够的话，你分6组也是没有问题的哈。就不是说我说要分5组，你就只能得分5组，你这样分多了就不行了，并不是这样子的。好，花心画完之后，花会显得更加有精神。好，我们开始画二乔了，好不好？来画二乔，底色是这个太白3绿，还有这个胭脂。那现在已经变色了，是因为我们笔上没有洗干净，所以就把它的颜色变成这样子了。笔上的颜色红色没有洗干净，所以变成这样子的。我们课程里面有很多这个二乔哈，各种各样的二乔都会有。好，我们先画这个浅色的，浅色我们画一点点藤黄，一点点藤黄加一点点大红，加一点点大红，加一丁点这个曙红来画浅色部分。浅色部分，笔尖补充一点点啊，补充一点点。笔尖补充一点点曙红层次啊，第2层推加点的方式啊，推加点的方式，补充一些小的碎的花瓣。来，这里再来一个。画出这个侧面的花瓣。好，让这些包起来的啊，让这些花瓣包起来。这是浅色部分，先把浅色部分先把它画了。浅色部分的这个花瓣是浅色的，正半把它补上。好，这是浅色的花瓣，浅色花瓣在中间的地方也出现一点点啊，也会出现一点点。
好，我把这些反半该画的这个反半都先画了。好，这个是浅色部分。那么现在我们画深色部分了。画深色部分，我们把这个颜色调浓一些，大红调多一些，调到整个笔肚上去，让它很饱满，颜色很饱满。然后再调这个曙红，然后再调胭脂。颜色要很深哈。然后去画这个深色部分，画这个深色部分。笔尖要蘸胭脂，补充这个深色部分。好像这个缺口很大，我们可以多一点层次，补充了一层之后再来一层，让它包过来。还是一样，多一点层次。好，我们笔上干了，我们加一点水分。所有的反半里面去补上正半。先把这些所有的正半都，深色的花瓣先把它画完。画得很放松的。这里来一个深色的，来一个大的花瓣。补充多一点颜色。笔上干了，我们就加水分啊。现在是笔上干了就加水。好，这里多加一些层次。好，这个是深色和浅色。好，我们现在把笔洗一下。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画浅色的，这个地方我们再来一个深色的，不管是哪里啊，先来一个深色的花瓣在这里吧。先放一个深色的花瓣在这里。好，我们把笔洗一下，蘸底色，蘸我们刚刚调的这个底色。今天画的是花头，各种各样的花头。
来补上正半啊，稍微的把这个边缘，只要看得到一点点出来就行了，不要太明显了。这个是一个卷起来的一个花瓣啊，卷起来一个花瓣，它是浅色的。浅色我们调一点藤黄，我们这个2乔的话，颜色还是只用了我们这个盘子里面前面的颜色。好，这里来一个超大的花瓣，推加点，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大花瓣用推加点的这种方式画出这种超大的花瓣啊。缺口再看一下，好，这里来一个，看一下这边这个花瓣咋画呢？咋画好？像这个空隙里面，我们再加上一些碎的花瓣。这个小的空隙里面也可以加上一点点花瓣啊，加上一点碎的花瓣。好，看一下外形哈，看一下整个外形，哪里站起来看一下，站起来看一下外形。好，看一下后面还需要再加一些花瓣，上面啊。好，加了之后，我们再加这个深红、大红、曙红、大红、曙红，画出这种倒景的这种味道，里面会有一点深色的这种线，找一些花瓣。
好，让这朵花变得更加完美。好，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颜色。好，下面两组，一边一组，一边一组，中间一组，把这个花心加上。点花心的颜料不放水，只是你在点的时候你要洗笔嘛，洗笔肚里面就是洗笔里面的那一点点水就可以了。花心偶尔有这个跳出来的，它就会很有姿态，像这个在跳舞的花心一样的。好，这个花画上花心之后，它会显得更加精神，更加有这个姿态。今天画了5朵花头。
来把今天这几朵花给大家再看一下。